如果能拿下妖精岛，那不就发了？如果把岛上的妖精都抓起来，卖给各个王公贵族的话，就发达了。不，要是让他们大量繁殖，普及起来，形成一大产业，绝对能干一票大的。马尼菲高正做的美梦，他寻思，要是诺迪克愿意帮忙，他的大计就成了。诺迪克不知如何开口，他觉得马尼菲高不如直接去找旁边桶子里的人问情况。马尼菲高打开木桶，就见到了偷吃的巴克。原来刚才的话都被他听到了。马尼菲高问巴克想不想当妖精之王，他承诺征服妖精岛之后会赐他王位。听到这儿，巴克转身落到了马尼菲高的头上。两个人叽叽咕咕商量的时候，诺迪克不打算搭理他们了。刚转身就看到甲板上有一双鞋子，抬头就看到了在上方散心的法尔纳塞。他把衣服给法尔纳塞披上，就听到他感慨世界之大，自己太过渺小无力了，在团队中无法发挥重大作用。诺迪克告诉他，他才是团队中最重要的人，因为他要照顾大将格斯最重要的人。如果不是他照顾着卡斯加，他们小团队肯定无法专心杀敌。有了暖男的安慰，法尔纳塞终于好受了一点。孔蒂的库夏大军吃了败仗的事很快传回了温达姆，而打败他们的鹰之团再次成为了热议的话题。霍斯早就觉得格里菲斯不会那么容易就死，他一定会回来的。其他人其实有同样的想法。另一个好消息是，从前不知所踪的夏洛特公主现在就在鹰之团，消息已经传遍了米特兰的各个城镇。现在占领军队大半外出，趁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，市民们纷纷揭竿起义。王都温达姆没理由继续卑躬屈膝，可是库夏囚禁了许多从温达姆抓去的女人，如果草率行动只会害了他们。要不现在趁大帝不在，潜入城里救人。在他们商量对策的时候，霍斯的女儿带着一帮孩子出来了。就在刚才，他们又做了相同的梦，光之鹰又出现了。在不见月亮的黑夜，城里的雾都散去了，城里的库夏军队与怪物们跟雾一起不见了。雾散去后，到早上为止都很安全，而这就是带着人质出逃的最好时机。如果孩子们的梦是神谕的话，那么大部分市民应该就在今晚做同样的梦。就算不信，那么至少也会留意。如果都能抓住这个时机，齐心协力，应该能在天亮前完成任务。不过天亮之后又怎么样了呢？孩子们说早晨会来，但天不会亮，因为巨大的黑影遮住了太阳。可怕的黑影大得能把整个王都都罩住，但是没关系，因为光之鹰换来了猛烈的风暴，将黑影吹散了。最后真正的清晨来临，那是大家一直期盼的真正的黎明。虽然有这个梦的提示，但大家也不敢放松警惕。与此同时，格里菲斯率领鹰之团朝温达姆靠近，随队的法王美美的睡了一觉。夏洛特提醒他不要着凉，影响健康。法王却自信地说自己暂时还不会死，因为他没有主持他和格里菲斯的婚礼。他认为自己的天命就是把王冠送到格里菲斯头上，在这之前，就算身处再猛烈的枪林弹雨，他也不会受伤。法王亲切地称呼格里菲斯，并且完全把他当成自己人。将士们都想不通，格里菲斯到底用了什么手段得到了法王的青睐。绝大多数人都乐意看到格里菲斯和夏洛特公主成婚，但索尼娅一想到这儿就头疼。他拉过格里菲斯飘扬的披风，缠在头上 cos 库夏人。苗路觉得索尼娅很莫名其妙，但他现在顾不上这些。他原本以为联合军会在这里投入大量兵力，结果各国投入的骑兵才堪堪数千人，这点人真的够对抗20万库夏大军吗？老古斯让他别多想，这些人都不觉得米特兰德有复国希望，当然就不会投资。现在派来的这些家伙都只是为了见机行事而安排的眼线罢了。这次的战争并不只是米特兰德一国的战争，更是法王厅全脚全的。联合军可能以为只要牺牲一国就能收场了，就算他们不这么想，也肯定会在这段时间做点别的事，这就是政治。不过这种琐碎的小事对比这场战争太微不足道了。反正很快黎明就要到来，真正的太阳将会普照世界。格里菲斯已经出动，孔蒂也不可能毫无对策的干等，但是他的法子太冒险了。达尔巴劝他冷静点，不要用从没有人试过的旁门左道，但孔蒂别无他法，只能冒险一试。格里菲斯的压迫感太强了，只是面对面他就紧张的汗流浃背，方寸大乱。他感觉和格里菲斯完全不是一个次元，就算用成百上千的妖兽兵以及数十万大军群起攻之，也动不了他一根汗毛。他还说这是使徒的本能。走投无路的他想要对战如此强大的敌人，除了让自己超越使徒，没有别的办法了。孔蒂不顾达尔巴的劝阻，来到魔子宫，这是达尔巴花费毕生心血才打造出来的转生器，甚至可以称之为人造贝赫利特，但至今没有人试过这东西到底能不能用，所以他一直劝孔蒂住手。但孔蒂走投无路，疾病乱投医强行使用。仰望吧，屹立的魔神将会降临。孔蒂变身使徒，强行将自己融入魔子宫。与此同时，城里的烟雾开始飘走了。信仰神谕的人们门窗紧闭，守在家里等动静，而城内的魔兽和士兵们都溃散成了烟雾，雾气所到之处没有活口。达尔巴眼睁睁看着魔子宫的变化，雾就是孔蒂的魔力之源，就是他的玉体。一旦被雾触及，血肉将一片不剩的被他吞噬干净。孔蒂本就是转生者，而现在他进入魔子宫再度转生，这种事也是太离奇了吧。
大尔巴从之前的担忧变成了震惊。简单的说，库夏的兵力都被孔蒂献祭了，到现在已经阻止不了了。来了，从幽界的底层来了某种非常不祥的东西。雾气消散了一阵后，城里的人们才胆战心惊地走上了街。有一个人出门后，越来越多的人也出来了。如那个梦所示，雾消失了，怪物们也都消失不见了。大家欢天喜地庆祝的时候，拉班走出来号令大家一起帮助温达姆全体市民逃离王都。说完，他便带着一支小队出发救人质去了。可是城里的库夏士兵们都不见了，只留下了耶蒂的衣服铠甲。监狱那边也一样，根本看不到活人。不过这也让他们不费吹灰之力就找到了被囚禁起来的女人们。找人很顺利，但是他们没想到被关起来的人只有这么多。如果按照当初的计划走地下水道的话，这么多人走到早上都走不完。拉班不清楚外面的情况，便让女人们换上遍地遗落的库夏军人的衣服，从大门光明正大的走出去。可是城门口还有库夏的守卫。当他质问拉班等人的来去时，一个名叫麦里斯的人出现，帮他们蒙混过关了。麦里斯虽然是库夏人，但他现在隶属于鹰之团，来解救他们就是格里菲斯的意思。拉班这才知道，原来鹰之团里有很多愿意在格里菲斯麾下效忠的库夏人。格里菲斯正用敌人的胆量和气魄让众人大吃了一惊。然而他们继续前进时，史拉特拦住了他们。史拉特直呼麦里斯是叛徒，要将他们全部抓走。麦里斯认出史拉特是要复仇复国的巴基拉卡一族，便问他们是否愿意效忠于鹰。在库夏面前口出狂言，不要命了吗？人们议论纷纷，但麦里斯没有要改口的意思。巴基拉卡是暗杀一族，他们背井离乡来到异国他乡，只靠出类拔萃的战斗技巧谋生。现在正是通过帝国回到家乡的大好时机。麦里斯承认，库夏的确是强大的帝国，但是那只是孔蒂的恐怖帝国，助纣为虐，还不如加入鹰之团，那样事情会简单许多。更何况，难道不要战士的荣耀了吗？施拉特表示，他们早就没什么战士的荣耀了。从在这片土地委身于暗杀这种旁门左道起，他们就抛弃了名声。只要有让一座安居之地，名声狼藉也在所不惜。麦里斯劝他从了鹰之团，在这个世界根本不存在不残暴的国家，谁更残暴谁就能称霸，这才是世界的法则。你真的没有想过吗？其实在鹰的翅膀下才有你们一族的安居之地，因为鹰所带来的未来世界法则是完全不同的。希拉特别搞糊涂了，政治这东西谁当老大难道不一样吗？麦里斯也不知道具体缘由，只能说这都是他的直觉。当然不只是他身边的所有人都跟他一样，无条件的相信了鹰。说到底，这场战争既不是为了收复国土的解放战争，也不是以不同神的名义发起两大民族的圣战，只不过是顺应时局的洪流而已。而主导这一切的就是鹰，在前方的将会是谁都没有见过的新世界。麦里斯的话说得不明不白，问就是靠感觉，也说不出个所以然。这种虚无缥缈的东西怎么能成为招安的筹码呢？施拉特觉得他像是在胡扯，但他不打算在这和他们计较了。巴基拉卡一族一边被无法抵抗的命运捉弄，一边依靠自己的技术与肉体活了下来，所以他们才会质疑，真的可以将自己委身于人之无法企及的东西吗？如果可以的话，那孔蒂是一样的。施拉特表示，等看到了新世界真的到来了再说。说完，他便带着军队离开了。没有了他的阻拦，小队进行得很顺利。拉班很快就跟欧文会合了，两个人很久不见，甚是想念，有很多话想说，但他们都被山坡上的格里菲斯吸引了目光。霍斯一见到他，便虔诚地跪了下来。光之鹰真的来了。